那么咱们在结束了雷法的部分后呢，来到了下一个部分，也就是内丹学。内丹学呢，所谓的就是修炼之法，也是为了成仙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为各位讲解一下内丹学的主要内容。内丹学呢，又名性命之学、内丹仙学。那么它是起始于中国古代的神仙家。神仙家呢，是为了追求长生不死、返老还童的理想，那么沿袭了许多延年益寿的方术。到了战国时呢，逐渐认识到男女和气之术呢是天下至道，向内丹学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。那么自先秦汉代为内丹学的形成呢，做好了理论和实践的很多准备。因此呢，所以说这个时代呢，也被称作为内丹学说的准备时期。那么伴随着东汉道教的创立至隋唐时期呢，是内丹学的形成时期。那么唐末五代，内丹学又进入了成熟期。那么从历史上看呢，内丹修炼的方法呢，起源可以上溯到殷商以前。那么相传呢，殷康氏所谓的教人引武以利导之，贺胥氏部落呢，有着含朴而息，古夫而有，再到黄帝呢，有移经变气的修炼体验。王乔、赤松子则提出了吸阴阳之和，识天地之精，呼而求故，吸而求新。那么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呢，各种内炼方术已经相当流行。在《庄子》一书中呢，记载了多种多样的修炼之术，比如说呢，像雄经鸟身、吐故纳新、元都胃经、种息、心斋、坐忘、朝彻、剑读等等等等名字。到了战国时候呢，已有血骨寒气篇、行气御气名等等名著呢流行于世。隋唐以前呢，又有着西汉导引图等这种内丹运行的引气方法。那么道家、阴阳家、五行家、神仙家以及儒家呢，就有丰富的内修思想。道家呢是以杂而多端著称，广泛的吸收了各种修炼方术。那么太平经呢，有爱气、尊神、重经的思想，提出了所谓的内照、存神、识气、胎息、辟谷等等的自身人体的潜力挖掘方法。那么在老子想法中呢，主张深藏其气，固守其精，无使泄露，并联系了房中术呢，提出了结精炼气、养神守戒等等修行方法。那么再到了魏伯阳时期的周易参同气，提出了参同相类的修炼模式。那么因此呢，参同气也被称作为万古丹经王。在之后呢，黄庭内景经、大洞真经、老子清净经、葛玄的5000文经穴以及葛洪的抱朴子内篇中呢，进一步完善了各种方术，提出了诸如静思、存思、存神、内视、内观、行气导引、验经呼吸、辟谷、藏经等等的修炼方法。然而呢，在唐代以前呢，外丹学盛行，人们皆相信不死之药道在神丹。所谓的不死之药呢，就是长生不死的药典。道在神丹指的也是外部的炼丹术。那么通过内炼之术和外丹的配合呢，可以起到养生、延年益寿的作用。但是呢，却不能度世以至乎于像神仙一样。那么距今掌握的历史记载中呢，早在梁陈时期的佛教天台三祖中的慧思就曾谈到借外丹力修内丹。那么在罗浮山之中有说法，隋开皇年间的时候的苏元朗提出了身为炉鼎，心为神事，自此呢，道徒使之内丹的方法。到了唐代呢，外丹学盛极而衰，内丹学的逐步盛行。那么这一时期呢，不但有程玄英、王玄览、司马承祯和杜光庭等等大力阐扬了修心神以气道的思想，那么同样还有张果、钟离权、吕洞宾等人的发挥了炼气结丹的思想，并且呢，以自身的修炼呢作为典范。那么在陶植、杨参威主张的真阴真阳互汉、千拱性情和亲、龙虎相处的思想中呢，也对道教的内丹学呢有着强有力的支撑。那么再到了彭晓等人呢，借周易卦爻规范炼丹术与侯的思想，还有谭骁的话术中主张的形不可生、神不可化的思想呢，都是呢为了内丹学的发展呢添砖加瓦。那么到了唐末五代时候呢，崔希范的入药镜和施坚悟的西山群仙会真记中呢，将内炼思想呢上升到了性命的高度，内丹的整体的系统理论呢到此呢也就出现。那么再到了北宋时期呢，陈传的以生动形象的无极图勾勒出了内修过程中其顺逆阴阳、五行和人体窍穴等多方面的联系，
再到后续的张伯端的《物真篇》的问世，那也标志着内丹学说的真正的成熟。至此呢，内丹学呢便可以一代又一代的传下来，作为的修炼长生不死的方法，并且呢，在各个门派呢都有自己的独门要诀。宋代以后呢，内丹学的发展呢，一方面深入了吸收了佛儒修心炼性的理论成分的，另一方面呢，则在性命双修的原则下呢，结合修行者的志识德行的高低，多途径的探讨了内修成仙的可能性，使得内丹学呢呈现了具体细密、门派林立的情形。那么先后出现了张伯端、石泰、白玉禅等等的南派，或者说像丘处机的先性后面的北派，还有中和南北二派的李道纯的中派、陆西兴的东派、李希玉的西派、柳华阳的五柳派，这些呢都是道教的各类派别的祖师。那么北派呢以清净孤修为主，南派呢则是以阴阳双修为本。那么此外呢，还有所谓的文史派啦、青城派啦、三峰派啦，这些呢皆是以修炼不同的路线呢为进行区分的。那么呢，随着内丹修炼的典籍呢越来越多，然后呢得道的祖师呢也越来越多的，大家逐渐摸清楚了内丹修炼的核心路线。在道教史上呢，内丹学呢也渐渐的变成了主流。那么从理论上说呢，内丹学吸收了传统的精气神学说，进行了性命的修炼。所谓的命指的是精气，性指的是心神，性命双修也就是炼气炼神。那么在道书众妙术中有说法，所谓的内丹之要在于存其心养其气的而已。这也代表着性命双修的过程始终贯彻着顺则生人，逆则成仙的基本原理。那么无论是哪类丹法呢，都主张呢从逆的方向返本还原，在人体的内部呢模拟宇宙生演和人体生演的过程，将性命呢归还于虚无，致力于超越生命的有限性的目的。